大家好，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整个娱乐圈在政治大戏精彩落幕之后，转身迎来了魔幻2022年的第4季度剧集爆发。赵丽颖的野蛮生长一下子就成了风口浪尖了。结果赵丽颖火速做了一件大事，还是拉大队的那一种，可见赵小刀赵副主席的号召力真的不是盖的。而且这件大事虽然没有国际章子怡震动娱乐江湖的政治表态那么轰动，却又稳妥到不行，正能量到不行。王炸弟弟在主场街舞中无意展示了2个惊喜动作，一个是让申万我惊奇佩服的话术，一个是藏在肌肉里的秘密。后者的指向简直跟王炸姐姐的动作完美重叠，简单1个字表达的话就是爱，2个字的话就是真爱。当然了，还可以用另外2个字。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首先，真的很佩服赵丽颖赵副主席的久经江湖，毕竟这个娱乐江湖是党中央、国务院经常亲自指挥、亲切关怀的高光地方。这个地方不仅仅讲究儿女情长，也同样讲究情商智商。说起赵丽颖这位女性，她的身上有很多标签，乡镇的非专业演员出身，懵懂、可爱、知性、端庄大气，能吃苦的演员，很用功的艺人。但在粉丝的眼中，她就是他们眼里的颖宝宝。从艺这么多年来，赵丽颖从参加选秀开始，一路坎坷，从不放弃，跑龙套也好，配角也罢，只要有机会，赵丽颖都当作是自己必须经历的磨练。虽然非专业出身，但凭借着爱好演戏，很快进入了演员的角色。因此，在观众眼里，她很好把握了一些角色；在观众眼里，她慢慢走向成功。因此，她的身边粉丝由少到多。到如今，赵丽颖的萤火虫倍增海量，都是能量。喜欢她的男女粉丝也遍及大江南北。对于赵丽颖这样一位女孩子来说，她甚至可以说全面超越了同样是草根出身的王宝强。不过在申万我眼里，就凭演员这个职业来说，赵丽颖不仅成功在了演技上，也成功在了商业上。这2年来，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申万我聊过许多赵丽颖的曾经、现在与过去，也提到了不少的情感、铁口与深疤。现在看来，当时申万我的那些铁口与预判，现如今都一一兑现了。尤其是赵丽颖在演戏与商业方面，均被申万我言中，特别是这次直播的亮相，出彩程度爆表。当然了，可圈可点的地方依旧很多。所谓团队，赵丽颖跟王一博一样，依旧需要高人指点。现在，鬼聪明的赵丽颖狡兔3窟，变尝机会，玲珑出击。在她自己成立公司后，更是加入了风投行列，成为了暴风科技的股东，还担任副总裁位子。可见在商业上，古灵精怪的赵丽颖一点也不输给同龄的时代娇女杨幂或唐嫣。作为影视圈里的一份子，对于赵丽颖的现状，她的团队长也好，个人也罢，依旧不断在思考。最重要的问题是未来赵丽颖的定位问题和发展问题，最核心的应该是如何做到艺术与商业价值的同时实现。毕竟在如今社会，单独考虑一方面可能非常辛苦。不过为了成就艺术，影视圈里很多人也确实放弃了商业活动以及个人的商业价值，这不是他们有多高尚，而是性格使然，也是为人处事的原则。在艺术家们的眼里，艺术大于天，至于商业价值背后的金钱，能够生活无忧就好，不求奢华。他们喜欢宁静的生活，也喜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至于到处跑，这样就没时间给自己充电，没时间给自己体验生活。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艺术之路是最大的冲击，或者说也是一种摧毁。而如今，赵丽颖从做了妈妈以后，一直就在拍戏的路上，也一直都在为了商业活动不得不出镜，拼命的程度简直没差。这回野蛮生长要去央视电视剧频道播放，这里面当然有制片方的考虑，在如今的播放机制下，还真需要勇气。因为上了这个频道，其他的地方频道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只能是奔着艺术而去。至于商业价值，只能播完了再看效果。这些背后的考量，方方面面都不可或缺。而除了规矩中的电视媒体，赵丽颖的作品还强力进军互联网平台。之前的鹅厂合作让她获利不少，
如今又去爱奇艺剧场，网络剧将来是不是也是赵丽颖的工作方向呢？而这部网络剧《谁是凶手》会不会给赵丽颖带来什么呢？而对于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网络剧确实发展很快，市场反应也确实非常好。但在艺术的道路上，只要你进了网络平台，基本上都不会给你什么奖项。当然，商业类型的奖项估计不少，但没有任何价值。至少在目前传统评判中，这不是说网络剧就没有艺术价值。也不是说网络剧没有演技在线，当年潘粤明前几年拍了一个网络剧，演技和剧情还不错，反响很大。而事后呢，结果就是你只能拿到你要的商业价值，说白了就是钱，至于其他的，你想都别想。可能是长期处于危机意识下，赵丽颖的生存感和危机感还是非常强的。毕竟申万我老是提到蛋糕论、缩水论，这放在谁身上都是大问题、大难题。人人自危的娱乐圈中，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是一方面担心没戏可拍，一方面又担心没钱可赚。毕竟一帮人跟着自己吃饭，还一方面想争取一下当演员的名分，也就是艺术家的头衔。如果成真，那么这对于赵丽颖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当然是整个社会的楷模、榜样与标杆。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对于现代中国女性来说，停下脚步并不见得就落后别人。在人生的马拉松上，厚积薄发反而来得踏实。沉淀后的赵丽颖可能会让大家眼睛一亮，让观众或者喜欢你的粉丝痴心不改。所以在申万我的眼里，赵丽颖从前半年的副主席到后半年的拉大队、狡兔三窟、一吃三味，真的超级率真和好玩。当然了，王炸弟弟的动作也在申万我的眼里充满了趣味性。第5季这就是街舞也终于要迎来收官之战了。目前舞者和队长们也都陆续赶到决赛的地点，也就是澳门。每一次到最后的冠军之战都会更受关注一些。而且在冠军之战最后的结果也会引发一定的争议。对于这种竞技类的节目来说，争议是在所难免的，因为节目播出之后，不同的舞者身上就会有不同的闪光点，也自然会吸引各自的粉丝。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也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任何一种评判都是很难让所有人满意的。在最后的收官之战之前，节目还组织了最后的一次火锅局。在火锅局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队长们和导演的一些互动。在这一季节目中，王一博和导演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而且二人在互动的过程中直接把节目的效果拉满。自从在之前设计的户外活动中，王一博和导演之间的互动就承包了节目中很多的笑点。两人已经把竞技类的综艺节目变成了一档娱乐性的综艺节目。而且很多互动都非常自然，是自然而然的笑点和一些看点。现在能够感觉到王一博和导演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因为王一博是一个很慢热的人，他本身对于很多事情都会把握一个尺度，只有在关系足够好之后，他才会能够更加自然的去交流和互动。在这一次的火锅局中，王一博和导演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其中有一个游戏环节。王一博直接给导演出了一道非常难的题，当场就拿捏了导演。而在节目中，导演也非常配合。王一博即使知道他的题目是很刁钻的，他还会非常老实的回答。王一博绝对是这个节目中公认的团宠了。而且自从他参加节目之后，无论是舞者还是其他的队长，都非常愿意和他互动。王一博总是能够有很多比较新奇的点子，对于很多新鲜的事物也非常好奇。而且在街舞播出之后，优酷第3季度的热词就被王一博承包了。自从王一博参加节目之后，确实给节目贡献了很多热点，而且节目也一直在利用王一博进行宣传，这本身就是一件相互的事情。王一博在参加了这就是街舞节目之后，也受到很多争议。自从他参加节目之后，这已经是第3次。在前2次的冠军巅峰之战中，王一博都成为了冠军队长，他战队的舞者都会荣获最后的冠军，所以就会有一些声音认为节目有给王一博制定专门的剧本。这样类似的声音出现在过很多不同的场合。前一段时间，无名的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被问到，
王一博在电影中的角色是否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因为王一博本身确实会自带一些热度和流量，所以很多网友都会自动的认为，很多节目或者是影视剧邀请他只是为了流量。但其实抛开流量，王一博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舞者。只有真正去了解过，他才有资格去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样是宣传，街舞有街舞的想法，无名有无名的卖点。与凤行同样在美美的赵丽颖身上做文章，这不，赵丽颖身穿淡紫色长裙的物料出街了，跟着又是一片的惊叹声。赵丽颖外罩紫色轻纱，云纹丝带束腰，3000青丝垂肩，发丝间隙间插入一凤凰玉簪，由于长期吊威亚，腰似小蛮。杨柳般婀娜多姿，唇上点了一抹朱红，长袖挥舞，好像仙女下凡间。这没完，剧组努力发布的物料，甚至包括隐居山林用水神器。沈黎和邢芷二人夜间散步照剧透，赵丽颖和林更新剧组穿白色戏服桥上散步的动图。与凤行剧组最近也特别大篇幅的琢磨实景，包括为了求真实还原古代生活，不惜重金打造原生态古村落等等。春期山林下饮食，秋冬只愿半山老。我舍弃荣华富贵，只换你真情相伴。这些场景和诗情，您 get 到了吗？远离纷争，归隐山林，拥竹屋一间，青翠湖畔，读书品茗，钓鱼耕田，纵情山水，游戏人间，似乎就是广大新时代躺平青年的标配。您觉得新万我的胡思乱想靠谱不？欢迎您在评论区中抛砖引玉，为求一乐。刚才新万我提到了优酷第3季度的热词就被王一博承包的傲娇，这份傲娇本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来的。然而呢，在今年市场蛋糕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王一博本尊还是需要傲娇的。第3季度结束之后，各大平台也开始统计了整个季度的一些热度来源和关键词。这3大平台分别包括优酷、腾讯和爱奇艺，这也是现如今可能年轻人都会经常看的3个视频平台。各大平台每年的竞争也都非常激烈，每一个季度的作品排播也都有很值得研究。各个平台在推出不同的作品的时候，观众们也难免会对作品的热度和关注度进行一些对比。最近3大平台盘点了第3季度的热词，其中优酷的热词是王一博，爱奇艺的热词是龚俊。这些都是当红的艺人，而且也是经常出现在各大榜单上的几位男艺人，各方面的数据都非常出色。观众们也都很喜欢他们，但腾讯第3季度的热词是肖战，让大家是有些诧异的。因为肖战今年陆续播出了2部作品，但都一部是在年初的时候，另一部也是在上半年。第3季度的时候是没有兴趣和大家见面的，所以在肖战没有新剧播出的情况下，他的待播剧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待播剧的热度甚至都能够和一些正在播出的作品一较高下。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一种叫做强烈求生欲的东西。当时肖战主演的《玉骨遥》迟迟没能够正式定正，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相关的网传消息，一次次的强调作品将会定档。因为这部剧已经杀青有1年多的时间，粉丝们也比较着急，希望能够快点看到肖战的新剧，所以每次有网传消息的时候，粉丝们也都会很好奇，以至于第3季度开始的时候，肖战主演的《玉骨遥》这部剧几乎就承包了腾讯的大部分热度。所以肖战成为腾讯第3季度热词，就是你必须懂的。优酷视频的热词是王一博，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王一博也是实至名归的，因为在第3季度开始的时候，王一博参加的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就开播了。这档节目已经成为了大家公认的优酷视频的王牌综艺，而且平台每一年都靠这部综艺节目赚取一定的收益和热度。自从王一博加盟了节目之后，节目的热度更是一路飙升。目前这档节目迎来了收官之战，接下来的冠军之战又将会引起一阵讨论和热议。
而且让大家比较期待的是，王一博在收官之战中将会表演开场舞。之前王一博都忙着拍摄电影，拍摄一些代言的宣传，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看到王一博的舞台了。从粉丝盘点的接下来王一博的行程中能够看出，接下来不仅能够看到直播活动，还能看到王一博新的短片上映。说到这，王一博现在任何的傲娇都是且傲且珍惜的。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市场小了，就连大牌娱乐公司也度日如年了。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国剧门脸正午阳光其实已无需赘言。从最早脱离于山东影视，侯洪亮与孔生、李雪组成铁三角，他们为市场带去了一部又一部高口碑之作。只是在不断与年轻市场接触的当下，正午剧也难逃扑街走下坡路的争议。男人戏也是正午阳光自成立以来最擅长的题材。这部与胡歌3度合作的《县委大院》备受市场瞩目。当前较为棘手的问题是，该剧能否延续《山海情》《琅琊榜》等正午高分剧品牌？从这部剧的搭建班底，也就是孔生导演加王小强编剧来看，希望较大。毕竟正午阳光扑街之作多出自2代导演之手，且多为女性题材。说到这，您是不是又像是听到了申万我年前的铁口了吧？现在手握王牌项目，赵丽颖领衔主演的《野蛮生长》。其幕后公司上象娱乐就是一家成立于2013年的新公司。该公司发展虽然具有一定实现，也曾出品过《上阳赋》《我们这10年》这样的头部项目，但之于大众市场还相对陌生。上象娱乐目前急需要留给市场一部具有记忆点的作品，《野蛮生长》或许会是一大转机。所以，赵丽颖如果说没压力，那是假的，跟王炸弟弟一模一样。当下任何的担当和傲娇都是且傲且珍惜的。好玩的是，长空之王的重担暂时被撤档了之后，摩托姐姐默默等待的下一步终于来了。王一博在短片《我的朋友》中的角色名叫李默，是一部复古年代感满满的剧。也是一博从来没有挑战过的类型，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来一博了。你们好奇李默会是怎样一个人呢？该短片10月31日上线，答案很快揭晓。王一博能够进入剧抛脸，这一次真的值得细品了。如果每次的角色和造型反差感都很大，那是好事。这次剧照中银发造型满满的年代感，但依然很帅。果然帅的人裹麻袋都好看。路透当中，第一组王一博身穿蓝色工服，在影院中对视交流，好有 feel。第二组王一博长发戴眼镜造型释出，复古文青感直接拉满，好像真的跟着王一博回到了小时候的那段时光。铁杆摩托大呼，感觉好像他就是我的同桌同学，演啥是啥，太有那味了。这次是和周迅的3搭。真的好期待会是什么样的精彩故事。那么您会如何期待呢？会是旗袍吗？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摩托等着跟随李默一起回到那个含蓄又激情燃烧的年代。当然了，短片的时限在那里，所以摩托感觉不过瘾是必须的。所以街舞算是不错的热血补充了。在最新一期也是最后一期的《这就是街舞火锅间》录制中，日本著名舞者 Q 卡给王一博的信中写道：前几季节目中你都有和舞者们共同战斗，但是今年却没有参与合作比赛，我觉得非常遗憾。同样作为自由式街舞舞者，我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进行各种挑战尝试。这信读完，廖博笑着说：他不知道你今年转地板舞舞者了。于是乎，王一博和火锅间的各位哈哈大笑，这一幕轻松带感。是的，和 Q 卡一样，我们印象中王一博一直是自由式街舞舞者，难道这真的是他的新身份吗？之前也有舞者发文，此次王一博总决赛的队长开场秀多了更多的地板动作，这么说倒是真有可能。说到第5季为什么王一博和舞者们的合作舞台少了，王一博未解释道：
因为第5季的节目形式变了，更以第3人称的视角在做这件事。说到这，Shin1我忍不住要赞一赞，这个说法真的非常满分，因为用词简单却又相当精准。以第3人称的视角在做这件事，这个解释堪称滴水不漏，让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1我瞬间惊讶于王一博言简意赅、点到为止的崭新话术。面对这个刚刚过完生日的王一博，您说是不是话术技巧也跟着长大了吗？无论如何，这街舞确实变了很多。整季主题 Battle for Hope 为了突出街舞新生代，很多形式上、赛制上都有改变，然而似乎是不太成功的。整季下来都没有多大的水花，很少有出圈的作品。当一档综艺回归比赛本身，可能真的就少了刺激的娱乐性和悦目的观赏性。这些Shin1我都讲到自己耳朵生茧了。总决赛了，没有了战队的这届，您知道该给谁加油呢？是不是似乎谁赢了都行呢？当然了，话术上身的王一博贡献了绝对的精彩和注目，更多的细节，只要您留意，还有很多很多。这就是街舞的颁奖来了，浑身细胞动不停，也不能停的王一博王队长获得了这就是街舞旋转跳跃不停歇奖。跟着呢，需要大家定格与截屏的一幕出现了。那就是这个王一博队长居然甩出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军礼出来，完全就是当兵当警察的后遗症。这种藏在肌肉里的下意识动作，不仅自然，也很标志。这场景就像所有去到北京观看升旗礼的观众们激动看到仪仗队齐刷刷致敬国旗的那一幕，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你说Shin1我独家看到的2个字是什么呢？王一博本尊作为始作俑者，他肯定懂，就像他很懂街舞一样，他也更懂比赛和舞者。他的每次的点评和给出的意见总是可以直击人心，他总是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全力以赴，在他的眼里没有凑合连个字，喜欢就做到极致。这次总决赛，王队长的开场收表演和这就是街舞舞青春之战新生代冠军的诞生，您会如何评价呢？Shin1我想说，有王炸在，似乎就有不一样的精彩。为什么Shin1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赵丽颖、杨紫、雷佳音、关晓彤、春妮、王源可等正式成为了赵副主席的老家河北省地理标志农产品宣传公益使者，任务就是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帮扶农业企业发展，讲述最美中国农业故事，助推中国农业产品，大家一起做好乡村振兴公益工作。赵丽颖这次的傲娇出镜还是一贯的朴素简单，素颜上镜。在这种极其庄重的场景当中，赵丽颖的侃侃而谈会让人难免想要去对比一下她之前的公益形象，您说会吗？因为Shin1我一贯留意的版权问题，有声版的美美赵丽颖Shin1我会放在半分钟的短视频中，敬请喜欢听到银铃声音的萤火虫自行留意。所谓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赵丽颖这次林林总总大力推广的河北省地理标志产品包括深州蜜桃、京东板栗、顺平桃、唐县大枣、宣化牛奶葡萄、魏县鸭梨、荣成绿芦笋、黄华冬枣、昌黎葡萄酒、沙城葡萄酒、沧州金丝小枣、卢龙粉丝、泊头鸭梨、礼县麻山药、歙县核桃、赞皇大枣、歙县花椒、山庄老酒、板城烧锅酒、武安小米、大明小磨香油，是不是听起来犹如天书呢？说白了，尝一尝，或许就过目不忘了。这个活跃的赵丽颖赵副主席作为演员，积极参与国家公益宣传活动。赵丽颖作为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多次宣传安全用火知识；作为中国文艺志愿者，参与活动宣传大国重器嫦娥系列产品登月探测器。相关内容本频道都有硬核的备份。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次参加品牌直播活动，赵丽颖的一身高定 Art Saro 通过一系列养眼夺睛的视频截图，
以及工作室之前的发图，对比品牌模特申万我都放上来，大家对比着看看，演员与模特之间的差别大不大呢？申万我感觉这反差可不是一般的大。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赵丽颖肤色太白了，这么一套黑色闪钻高定，如何搭配一个黑色模特，申万我的眼球都可以完美融入夜色当中，彻底一抹黑了。在申万我的眼里，所谓美感完全不能没有层次和聚焦的元素，观众需要明白自己到底在看什么。黑白红白黑就是赵丽颖简简单单呈现出来的雅致、舒适和美感了。最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想说，有爱才有家，大家爱国家。赵副主席这次犹如众星捧月般的带领众星，为自己家乡出人出力，发光发声，献计献策，明晃晃的爱乡爱国的深沉情怀是唯一的动力和解释。同样的，王一博在这街的设计背景下，上一秒抛出完全没有破绽的第三人称话术，跟着下一秒就甩出了极其标准、帅炸非凡的行武军礼。这种充满肌肉记忆的条件反射，没有浓浓的家国情怀，静默琐碎的日常习惯，很难想象不羁街舞的场合下会有这么庄静的一幕出现。爱国是王炸的鬼聪明，也是云匪的习惯性。这种爱是相同的，是高尚的，是伟大的，也是事实的。真爱，您懂的。